春风的首台四缸机522终于上好牌了，我们来听一下首台四缸机的声音。这台车的车身我是降低过了，我们看一下前减震这边会突出上3星连板，大约有 2.5 厘米左右，不能再放了，要不然会顶到这个太齿。降了之后呢，车头大灯与前挡泥板的距离会更加紧凑一些。我还想把大灯的位置向前挪出来一点，到时候也看一下效果。前减震降低呢，后减震我也做了相应的降低，这样看起来呢，整车会更加紧凑一些。后减震的降低呢，很简单，就调预载。它预载调节的行程非常广，最软和最硬做高能相差3厘米以上。现在预载是调到2/3的状态，做高呢为760左右，已经降了大概2厘米左右。降完之后呢，整体感会更加强一些。如果把太齿去掉，还能降更加多，只要不碰到前面挡泥板就行。其实这台车改低趴是非常有格调的，因为它本来回头率就比较高。它不像传统的防晒，这台会更加吸引眼球。4缸的声浪独特的外观是这台车的卖点之一，但是我更看重的是机械素质。最先开始测的就是油耗，因为我有我的测试标准，而且有自己的数据库，所以那台车的油耗高和低一目了然。油箱加满，小气里程表清零，仪表的清晰度挺高的，而且测试油耗前胎压都检查过了，用的充气泵是乐型的。它续航和功能都比小米更加多，现在一直用的是这个，我的橱窗上面已经放有了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首先测试以85到90速度匀速巡航，转速大概在4200转左右，表显的油耗一直显示 4.3。我们看一下油门的开度，以及这个开度下动力的表现，会不会特别冲呢？小油门开度动力调的特别冲的，油耗是比较难做的低的。这台呢还是有一点。因为前几天我就测过川崎的Z900，那台车感觉更加顺一些，油门响应呢也更加细腻，这方面呢国产还需要多加把劲。最终以85到90速度匀速巡航跑了114.7公里，平均速度是73.4，而仪表显示跑了114公里，平均速度是73公里。剩余续航呢是227公里，还有瞬时油耗的显示，骑行时间是1小时33分钟，表显油耗 4.3， 功能还是挺多的。最终消耗掉了 4.8 升的油，算出来的平均油耗是 4.18 升。以55到60速度匀速巡航的油耗也测了，跑了115.38公里，平均速度是 50.63， 表显油耗显示的是 3.5， 平均速度是50公里，总共消耗掉了 4.23 升的油，算出来的平均油耗是 3.67 升。而凯越450双2那台呢是 3.92 升，所以这台要更加省油一些。原因呢很简单，这台车小油门开度没有那么冲，动力调得更加缓一些，即使排量和车重都没有什么优势，它的油耗依旧比凯越低一些，所以影响油耗的最主要是ECU的调教。川崎的 Z900以55到60速度匀速巡航，它的油耗是 3.27 升，本田 CBR60 是 3.0 升，所以这台车还有升级的空间。现在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买这台车呢？大家选择一台车呢，大致方向有2种，一种呢是好用，一种呢是好玩。而像我这种呢是更加偏向于后者的，所以车型好不好玩，该怎样玩，这个是在选之前就需要考虑的。首先呢，它是4缸机，在我们中国呢，本身4缸机的热度都要比单缸和双缸的热度要高的。其次呢，它是小排量4缸机，转速呢相对来说会更加高一些。因为排量小，所以活塞刚劲的行程都可以做得小。我们看一下发动机代号463NR。4代表4个缸，63代表每个缸的缸径，算出来的行程是 40.1。这个行程要做到转速16000、17000是没问题的。而这台车最大功率的爆发只设定在12000，所以是有升级的空间的。
将最大马力推到14500转，和川崎的4R 同一个最大功率转速，那么它马力可以达到95匹的。因为川崎的4R400的排量就能达到80匹，这台500的排量也才80到83匹，所以把功率适当的往后提一点，性能会有不错的提升。但这只是推测，到底进排气能不能支持，所以必须要拿一台来尝试，拆解、测量、分析、做试验，试了之后才知道。所以这台车的玩法大体是这样：改低趴和解线。颜色上面呢，再改一个中国红，让这台车呢更加独一无二，所以更多体现在玩和怎么玩的方向上。现在先测几组油耗，当做车辆的磨合，之后呢就开始测极限性能。